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C 狗魔玩分享开盒分享。那么这次要和各位开盒的也是近期说是再版的尼尔森1:60比例的红一端了。这款模型呢，目前均价是在480元。这两天也是赶上双12拼多多搞活动啊，好像是说有一个满100减10块的，可以累积的。所以说呢，我这款模型呢是直接减了40块钱，最后430块钱啊，不对，440块钱拿下的。那么这款模型呢，也就是目前的售价了。然后盒子也就是普通的牛皮纸盒子，上面有一个红道，然后上写了一个尸鬼这两个字，其他的就完全没有什么东西了，和大半的黑盒是差不太多的。那么剩下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的板件。那么拿出里边的板件以后呢，可以看到其实呢是分为几层的。你像上面这一层都是一些什么支架啦，还有红色零件啦，然后底下呢又分成了2层。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一层一层看。那么因为这款模型呢是没有提供纸质说明书的，所以说目前我也没有办法去点件了，因为我个人也没有点件的习惯，所以听天由命。听说有朋友说这一款模型呢是可能会少 U 板件，或者说呢其他的板件，这个就到时候再看了。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层上面的这一些板件。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尺寸非常大的圆形地台了。整体的这个零件质感，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除非要是里边这种滑面的，可能感觉不太好。但是其他部分这个质感呢，以及细节刻画，真的是比较清晰了。内部也就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然后白色零件部分呢，其实整体的这个发色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上方的这个细节刻画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毕竟这款模型其实也仅仅就是在原本的MG 或者说是类似于 HG 那样的比例上进行了一个放大，但是尼尔森呢也是根据自己的改良进行了一个重新归的比例设计，所以说看着会更顺眼一些。然后像这样的红色零件上面的水纹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了，还有一些像类似于滑胶一样的痕迹，或者是流胶一样的痕迹。红色板件这个深红色看着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飞行背包上方的这个尾端尾翼的这个零件了。飞行背包的造型我个人认为有点类似于 MB 样式，所以说看着会更好一些。整体的细节刻画差不多呢，也就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大块的分件。上面这一层骨架部分的零件呢，整体来说可以看到这一些类似于涡轮增压以及一些其他的连接件，该有的细节还是都有的，但是貌似没有 PG 的那么细节精妙。但是该说不在这说句实在话，其实 PG 红一端也仅仅都是在零件上面是有大量的细节刻画。你说像一些什么高级的联动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毕竟用的是 PG 强袭的骨架。我至今其实都认为 PG 强袭骨架漂亮，也就漂亮在零件的细节方面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说不去进行自己的补色，那么这台骨架可能用处真的就不大了。然后像这样的支架部分零件也是和地台保持了一致的，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黑色零件部分了。黑色零件部分整体的质感给人的感觉呢确实还比较不错。反正我个人是针对于当前这个零件表现呢比较满意的。但是听说这款模型的组合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具体情况还要等拼完了以后才能具体分析。上面这一层就这些。虽然说我一直认为尼尔森的红一端系列呢真的是价格比较高昂了，毕竟价格呢都要在400往上了。我当初还定义我说，如果说这个价格呢在300多块钱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这么一大堆的板件量加上整体的这个素质表现，我突然感觉好像也说得过去吧。但是我终归还是感觉稍微的有些贵了，毕竟我买这台尼尔森我还得想半天我到底要不要去买。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来看一下其他的板件，就是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零件吧，简单的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金色的漆面，可能在镜头前面的显示呢会比较亮一些，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呢可能会稍微的暗一些，各位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刀颚还是在刀什么上面呢，我记得之前是提供了花纹的，但是这次好像呢是也有花纹。然后呢4把刀呢这次是给出的相同的刀纹了，没有进行一个刻画的区分。我记得当初的4把刀呢这个刀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不过目前来看也就这样了。然后最让我头疼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刀柄上的这些小分件都是整个刀柄上的细节都是通过分件进行实现的，而且密密麻麻的。你要拼4把刀，这个数量真的是相当多了。然后来看一下整体骨架部分的红色板件，其实拼过 MG 红一端的朋友对于这个骨架就完全的熟悉了，基本上
就是 MG 红一端的骨架部分了。尼尔森呢也仅仅是在这个部分进行了一定的比例修改，剩下的大部分零件都是和 MG 红一端呢是完全相似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它是一个 MG 红一端的放大版，其实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后就是头部的这个透明件了，看上去有点磨砂的质感，一点也不通透，反正这个效果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与之相对的呢，这个小型的透明件可能会更好一些吧。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放在肩部的还是哪儿的，忘了。然后呢，这一板里头就是光束军刀的跳跃件了，整体这个颜色看着要比前两者呢要更好一些，而且这边也有一个比较通透的头部零件，到时候呢可以选择性的去使用。然后尼尔森的天线部分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类似于新规的修改吧。我记得好像是再版的和出版的天线可能会和后续的版本的天线呢稍微的有些区别。然后其他的点力呢，也就是像这样的白色外甲零件了，主要集中在了腿部、膝盖部分这样的外甲零件。整体的这个发色呢，依旧是比较不错，而且细节刻画真的是比较清晰了。相对于那种万代 PG 红一端以及 PG 蓝一端或者说那样的外甲比较素的情况，这个外甲的细节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那么再来呢，就是身体的骨架部分了。这一次的红一端的身体骨架部分并不完完全全都是红色了，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这样的骨架零件颜色呢。这个部分的细节其实刻画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至于整体的比例以及分件质量、分件数量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和 PG 比，但是最终呈现的效果确实要比 PG 好，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了。然后这款模型呢，也是附属了一个比较粗的，而且比较厚实的这么一个金属棒呢，那么也算是带有一定的合金的。至于纸制品也就剩下了一个贴纸部分了。贴纸部分呢，仅仅是提供了3张眼部贴纸，里边呢也是带有这种透明件的反光贴纸了。除此以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东西了。哦，对了，刚才把最重要的部分呢给它忘说了，也就是这款模型所附带的这个金属漆面的这个刀刃了。整体的细节刻画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刀身上呢是采取了这种刀纹一样的细节分色处理，所以说整把刀上面的质感呢看着会更好一些。那么这款模型呢，大致的板件我们就已经简单的浏览了一遍，其实整体的板件量真的是比较丰富了，但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块的零件，所以说呢，看上去最终拼起来效果肯定是没有 PG 一端那么多的。不过尼尔森红一端的整体的素质表现以及应该是比例表现，看着可能会更符合目前玩家的审美，所以说呢，这款红一端最后的成品效果，我们呢也要拼完了以后才能进行点评。那么今天的开箱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评测不见不散了，拜拜。